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自制3种种子酱。先前我有分享如何自制坚果酱，但其实我非常爱种子酱。那这次就要来分享如何自制葵花籽酱、黑芝麻酱，还有南瓜籽酱。3种单吃就非常好吃，也很适合用来作为面包抹酱。所以不多说，我们来看吧。那第一个要来分享的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南瓜籽酱，这也是我自己做了之后才发现南瓜籽酱原来这么好吃，而且南瓜籽的蛋白质其实非常高，很接近花生酱。那要制作出好吃的南瓜籽酱，重点在于一开始一定要先烘焙过南瓜籽。那我们将烤箱以175度C 预热，我们把南瓜籽放入一个平烤盘中，那尽量不要让它堆叠得太厚。等到烤箱预热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入烤箱，以175度C 烘烤大约8到10分钟左右，直到它呈现淡淡的金黄色。然后你应该会闻到它非常迷人，类似坚果的香气。我们把它稍微静置放凉，直到差不多是室温的程度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们转移到一台食物处理机中。那这次我非常强烈建议一定要用一台品质比较好的食物处理机。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来搅打南瓜籽。一开始它会先变成类似粉末状，那我们中间就停下来做刮杯的动作，记得要把边边的粉末都刮到中间。那重复以上的步骤，直到它整体看起来有点成团，类似快要成酱的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枫糖浆、纯香草精，还有一点点的盐来提味。另外这边我加了大约1/2小匙的油，主要是帮助它搅打，因为南瓜籽的油脂量没有像一般坚果那么的丰富，需要一点油来帮助它搅打。那接着我们一样停下来做刮杯的动作，再搅打，重复这个步骤。如果它的质地真的偏太干的话，可以添加适量的油。那我自己就是边搅打边看情况来添加。总共我加了大约2小匙的油，对300克的南瓜籽。制作出来的南瓜籽酱比较偏向抹酱的质地，那如果你想要它更滑顺一点，可以再添加适量的中性植物油。虽然我很爱吃甜的，但我其实吃的不太甜，所以只添加1小匙的枫糖浆。你可以视个人的喜好，添加更多的枫糖浆或是有机砂糖。那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南瓜籽酱啦，还有着天然的茶绿色，有着类似坚果的烤香气息，但是滋味比较温和。这款我非常喜欢用来搭配面包，作为面包抹酱。我自己非常喜欢把面包烤到非常酥脆，J 先生都说为什么我把它烤得很像砖块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那酥脆的口感，尤其是搭配上南瓜籽抹酱，真的超级好吃的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喜欢把面包烤到超酥脆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跟 J 先生说我并不孤单。那接着第二个来看的是葵花籽酱，这一款我就完全没有添加油，但是它的质地比南瓜籽酱稍微更滑顺一点。一开始我们一样先把葵花籽给烘烤过，你可以选择用150度C 或是用170度C。170度C 烤的话，它的烤焙味会比较重一点。那像我这次就是用170度C。之后一样，等到葵花籽放凉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放入食物处理机，开始搅打。那这里的步骤其实和先前的南瓜籽酱差不多，我们就是停下来做刮杯的动作，整理一下之后再继续搅打。然后这里我不久就发现，因为我这次打的葵花籽比较多，所以用的小碗容量好像不太够，之后我就把它转移到大碗。这里也要特别说一下，使用器具的容量也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一转换成大碗之后就非常容易搅打，所以也要视你的机器大小来决定搅打的分量。那经过我这次的测试之后，我有在网站上列出这3种种子酱的基本食谱，通常就是最容易搅打的分量了。那食谱链接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框还有留言处。另外要特别提醒，因为这个食谱需要搅打一阵子，如果你的机器变得很热的话，记得停下来让它休息一下。我是建议直接使用品质比较好的食物处理机，这样子省时又省力。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葵花籽酱慢慢在成型，它会先从粉再成团，之后再继续搅打，它就会慢慢变成酱的样子了。那因为这次我把葵花籽烤得稍微久一点点，所以它的颜色才会比较深，偏棕色。
如果是用青贝的葵花籽，它的颜色是会偏比较灰绿色的感觉。那这边可以视个人口味来添加糖，我用的是椰糖，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风味。你也可以用有机砂糖或是黑糖来创造出更深韵的滋味。加了糖之后，我们就继续搅打，然后这边也可以视个人喜好，我加了一点点的盐来提味。搅打到质地滑顺，到你满意的程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像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差不多了。那如果你想要更滑顺一点的话，可以添加适量的葵花籽油，让它的质地更有流动性。然后这边我也非常强烈建议试味道，还有吃它的口感，看你是不是满意了。像我就觉得糖量可以再增加一些，所以我再加了少许的椰糖。这边可以视你个人的口味来调整。那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葵花籽酱了。它的颜色和市售的非常不一样，因为我真的是制作成生焙的葵花籽酱了，有着不一样的风味，但一样非常好吃。之后我们把制作好的葵花籽酱放入密封罐中保存。这个我建议一般室温保存就好，但是如果你的天气比较热的话，像是台湾，我比较建议放冷藏保存，这样子大约可以保存2到3个月。那这一款葵花籽酱，我个人很喜欢用来搭配饼干或是吐司，一样烤到超级酥脆。那也可以把它用在不一样的甜点食谱中，但我就把它用在我的全素黑巧克力高蛋白棒中，让它有着独特迷人淡淡的大地气息，真的超级好吃的。如果你还没试过葵花籽酱，强力推荐，一定要试试看。那接着最后一个来看的是黑芝麻酱。身为黑芝麻控的我，一想到要制作这一款就觉得很兴奋，而且它真的非常简单，基本只需要1样食材就搞定。那1样食材就是黑芝麻，没错，你猜对了。那黑芝麻的部分，我这边强烈建议使用亚洲的黑芝麻，这样子它的香气和口感会比较好。那黑芝麻的部分，我们是直接用一个热锅放在炉上把它炒香。这边我们用中低火炒大约5分钟左右，直到你能明显闻到黑芝麻的香气。之后一样，我们把它放凉。然后黑芝麻酱的部分，我习惯使用我的调理机来制作。一开始先把芝麻打成粉。如果你要用芝麻粉的话，在这边就可以停了。那如果要制作芝麻酱的话，我们就停下来做刮杯整理的动作，再继续搅打。那因为黑芝麻本身有淡淡的天然苦味，我习惯加一点糖来一起搅打成黑芝麻酱。然后这边是我后来发现我用的黑芝麻不够，所以又再添加了。基本上食谱写的分量就是最终的分量了。另外，如果你的调理机有附调理棒的话，可以来搭配使用。这边我也是试味道之后添加更多的糖，可以视个人口味来调整。另外加了一点点盐，非必要，但建议。那之后我们就继续把它搅打，变成像酱的样子。然后这边我发现，可能因为我这边有混一些非亚洲的芝麻，所以它的质地不到那么滑顺。我之后就把它转移到食物处理机，再继续搅打。那以我这几次搅打种子酱的发现是，食物处理机它会花比较多时间，但是它能搅打到比较细致滑顺。之后我们就把黑芝麻酱转移到密封罐中保存。黑芝麻酱不需要冷藏，因为黑芝麻本身含有天然的 Omega-6 亚麻油酸，所以基本上不太容易变质。但记得每次挖取的时候都要用干净干燥的汤匙哦，或是叉子、筷子、刀子都可以啦。黑芝麻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的，也从几年前就开始自制的。自从自制芝麻酱之后，就觉得好幸福，尤其是在英国，我超级想念黑芝麻的。除了搭配面包之外，我也很喜欢加黑芝麻酱在我的香蕉上。黑芝麻的苦味和香蕉的甜味平衡得非常完美。黑芝麻酱不仅美味，也非常营养，尤其富含丰富的钙质，还有其他矿物质，直接窝来吃，把美味和营养一起都送入口中。然后这边分享一下我如何清杯子的。因为通常打芝麻酱，调理杯内还会有很多黑芝麻，尽管我再努力的挖，所以我通常就是加豆浆一起把它搅打，这样子就有黑芝麻豆浆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美味又零浪费？那以上就是这次要分享的3款自制种子酱，希望有激起你自制种子酱的兴趣，也发现更多不一样的美味。
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兴奋，不小心话说的太多了，让这支影片变得这么长。但非常谢谢你看到这里。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想问的问题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这次就先这样子，谢谢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Really wanna look in your eyes, so baby tell me where we're going, 'cause I'm just really